先天神顿了顿，他的嘴角似乎也是在此时流露出一抹遗憾之意，呢喃道：“我也不知道，因为就算是我也没有见过他们那些大人物的真面目。不过我很肯定地告诉你，就算你有着这股强大的神魂力量，但是想要对抗那些大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些大人物的实力远超你的认知范围，他们的大能恐怖至极，不是我们这些序列神能够去触及到的未知神境领域。”从先天神的这些话语中的意思，如今的大咒中看似平静，实则那些大人物的大能之手早已经渗透其中，只不过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来说，并无法触及到那些大能的存在而已。但是萧炎也并非简单，既然那些所谓的大人物已经渗透其中，大咒却依旧能够正常的运转，必定同样也有着他们对立的一些强大存在，正在维持着这一平衡。不然的话，整个大咒早已经被那些大人物搅得天翻地覆了。想到这里，萧炎还是觉得说，目前的大咒虽然被那些大人物的大能之手渗透，不过相对而言还是处于比较平衡的状态。先天神遗憾的最后看一眼，这一方大界原本想要统治整个天元界，将诸天生灵全部踩在脚下，壮大先天神族的辉煌之路，只可惜这一场愿望终成空。就在先天神声音落下的时候，那灵光洪流也彻底的将魔流吞噬殆尽。那先天神的整个神体竟是忽有着裂缝浮现，然后迅速的蔓延至全身。下一刻，天邪神的神体陡然爆炸开来，无边无尽的魔气同时肆虐开来。萧炎望着那滚滚弥漫的魔气，心念一动，一道金光自身屈生冲天而起，以自己为中心，开始朝着四周急速的扩散，将那魔气尽数的吞噬其中。先天神的魔气在金光的吞噬下，被渐渐净化成了虚无。随着天元界中的魔气消散，先天神闭上了自己的双目，当即神体爆炸，灵魂被吞噬。就算是神灵的意志，也没有逃脱金光中那所蕴含的神魂力量。而这一次的先天神，终归是彻底的陨落了。萧炎将神魂感知扩展至整个天元界，感受到先天神的气息确实彻底的消失之后，方才睁开了那双散发出神圣光辉的金色眼眸。当年元尊以第一神力想要彻底抹杀圣神的意志，需要花费数十年时间，而今日在神魂力量之下，想要彻底的抹杀先天神的意志，只需一瞬间。许久后，方才袖袍一挥，灵光波动，将这里的景象投影到了天元界的各个角落。那久违的洪亮之声回荡而起，先天神已陨落，天元界的这一场灭界之战彻底结束。至此以后，没有先天神，没有圣神，没有天邪神。萧炎这雄浑的声音传入诸天生灵耳朵之中时，如今仅剩于8天中的一座座大陆之上，顿时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无数人跪伏了下来，在这一场灭世灾劫下，他们犹如不堪一击的蝼蚁，就算是主宰境的强者也同样如此。不过所幸天不亡天元界，在那最为紧要的关头，终归是有着那绝世天骄挺身而出，扫荡魔灾。炎帝，炎帝，炎帝！天元界的每一座大陆上，无数道欢呼声响彻而起，竟是引得整个大界都在震动。无数诸天生灵振臂呼喊，喉咙嘶哑，都是无法阻拦他们的热情。他们皆是望着虚空中折射出来的那道伟岸身影，眼中满是狂热之意。这个家伙竟然真的做到了！天越狱的李颖此时抬头感叹道：“此子不凡，此子不凡啊！”所有的大尊看到先天神终于陨落，终于是大笑出声道：“只要不曾放弃，终归有一线希望的曙光，这才是扭转乾坤之道。”萧炎他做到了。紫衣晴、王熙、武废以及苍玄天和其他诸天的众人，像是也领悟到了什么精髓一般，目光之中散发出希望的光芒。众人皆是对视一眼，笑了起来。其中王熙等人犹自还记得，当年前往纪元遗迹的时候，初见萧炎的时候，即便他们的修为强于萧炎，可这位比他们都年轻的青年，又何曾惧怕过？他依旧是一步步的追赶而来，并且将他们这些顶尖强者一一超越，远远的抛在身后。这祸患天元界以及大千世界数十万载的邪灵，终于是在今月被这位来自第3等级世界的炎帝彻彻底底的根除。诸天无数人激动的浑身颤抖的望着这一幕，那曾经让得他们感到绝望的位面毁灭者，如今终于是被抹杀了。此时此刻，不管是谁，他们的脸庞上都是有着难以遏制的喜悦在涌动。这一天，他们可等待太久了。炎帝救界之恩，诸天生灵莫敢忘。在这绝望之后的重生，让得无数人激动的热泪盈眶，无数人颤抖的跪拜而下。那真挚而激动的声音凝聚在一起，震动着天地，传到天元界的每一个角落。炎帝的时代似乎又来到了，这位绝世天骄再度登顶天元界之顶峰，他是巅峰传奇，更是绝世传奇的人物。萧炎望着这片满目苍夷的天元界，听得那轰鸣天地的敬畏之音，旋即缓缓抬头，他望着那缓慢愈合的诸天裂缝，似乎万物归零后，又开始逐渐的诞生新的生机。只要天元界中的苍穹之心存在，这方大界就不会真正的被毁灭。虽然在这一场灭世之战中毁灭了2大诸天，可是这不是真正的毁灭，或许也在这毁灭中涅槃重生后，将会获得比之前更强，进入更繁华的时代。萧炎的手掌紧握，眼中弥漫着撼不动的坚定。薰儿、彩铃、潇潇、萧林，不知你们现在在大千世界过得怎么样？我已成神，达到超脱主宰之上的存在，
是时候归来找你们了。这一场的战斗也令得萧炎感到全身疲惫，特别是粉老的神魂力量消失后，整个身体都是无比的沉重虚脱。萧炎的身影出现在了灵动牧尘以及四尊之神的身边，对着几人微微一笑。这一次多亏大家，才能彻底的将先天神抹杀。后者们也是一笑道：萧兄真有你的。灵动打趣道：萧炎兄的实力还真是隐藏极深，不过我们很快会再次追上你的脚步，让我最强三人组再度一起并肩作战。牧尘也是笑道：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大宙中不仅有一位炎帝一席之地，同样的还有五祖、墓主的一席之地。三人默契的相视一笑。他们三人从大千世界一路走来，一起经历过诸多的磨难与困境，不过靠着自身的绝世天赋，终究走在了很多天之骄子的前面，成为这些天之骄子顶尖强者眼中的传奇人物。你们三位都是老夫见过最强天赋之人，今日拯救了我们天元界，我们天元界也欠你们一个人情。若是日后你们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诸天生灵将会义不容辞。四尊之神看着萧炎、灵动、牧尘的眼神多了一份感激之色，同时也给出了很明显的答案。在他们的身后还有天元界这等神纪元世界的撑腰，换一句话说，以后第3等级的千元界将会获得第2等级之首的天元界支持。有了天元界的资源，以后的千元界在第2等级和第3等级之中，不管哪个大界都敢欺压了。自先天神陨落已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而如今的天元界比起1个月前更加的鼎盛，天地元气极其的浓郁，就连当时被毁灭的2大诸天也开始重新恢复，要不了多久就会彻底的复原。一些曾经对准神境、神指境遥不可及的主宰者，也都是个个脱颖而出，不少主宰者踏足了神之领域，不过他们已经触及到准神境的门槛，距离神指境也不远了。天元界中的强者越来越多，整个诸天气运也都是暴涨起来，还创立出许许多多的新生势力。在这万族林立、群雄荟萃，各方顶尖势力也都开始了一系列的纷争。不过在这浩瀚无尽的天元界之中，如果没有纷争，对于这方大界可能会走向没落。所以有世界就有纷争，这是永远不变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如今没有了先天神这等邪灵存在，千元界也再度恢复了安宁与和平。不过这样的安宁与和平，当然是在炎帝、五祖、墓主这3位绝世天赋之人誓死守护，才让天元界恢复了如今的昌盛与和平。炎帝萧炎、五祖灵动、墓主牧尘，他们3人之名也永远留在了诸天生灵的心中，达到了与元尊一样的影响力，成为天元界的绝世传奇人物。一位是无尽火域之主，一位是五境之主，一位是幕府之主，而这3大势力乃是整个大千世界的超级巨无霸势力，无人可以与其撼动。这3大超级巨无霸势力可以说是代表了大千世界，如果没有这3大巨无霸势力守护着大千，恐怕当年早已被域外邪族占领大千，大千世界的异义生灵恐怕早已不复存在。就算是大千世界的那些超级势力以及超级巅峰势力，对这3大巨无霸都是存在着崇拜之意。曾经的大千已成过去，如今的大千流传着新的传奇——归墟神殿、归墟岛。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萧炎、灵动、牧尘以及4大古神、4尊之神都汇聚这里，他们看到了天元界的气运有着上涨的趋势，未来这方大界必然更加的不凡，强者也会不断的诞生。我们天元界也终于回到了和平，你们3位如今在这方大界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夫都是有些羡慕。4大古神中的金罗古神，那道沧桑的脸庞，随着先天神的陨落后，也终于是绽放出轻松自若的神态。你们3位的天赋，就连我们都比不上，真是难得一见的绝世传奇啊！吞噬之神的赵牧神一脸感慨的道：“曾经他们也在萧炎这般年纪的时候，可没有他们3人这般出色。想起来心中有些自叹不如，还真是应验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后浪推前浪。火道造诣都比我高深不少，年轻人，你日后的成就将会非凡。”一阵风吹来，吹起了赤鸡古神的红裙，3000发丝舞动间，一道艳丽的容颜尽收大家的眼底。萧炎、灵动、牧尘3人尴尬的一笑，表示道：“哪里，前辈们都是天资绝佳之人，不然也不会成为天元界最强守护核心的战力了。”众人皆是欢喜一笑，他们的交谈心情极好，在这样状态下聊天，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接下来你们3位有什么打算？此时祖涛之神吞吞开口，望着萧炎、灵动、牧尘3人问道：“离开大千世界也有着数年的时间，对于思故乡的情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因为在大千世界里，有着他们最重要的、最爱的、最想守护的人，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影响，萧炎、灵动、牧尘才会更加坚定的想要变得更强。只有这样，才能守护自己的世界和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人。我们离开自己的故乡也有数年的时间了，过几天我们将要启程回去一趟，也好看看自己的亲人是需要的。”吞吞说话间也流露出一丝思念之意，因为他也已经有数万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自己最亲的人了，而吞吞所思念的最亲之人便是元尊、夭夭。这些年在天元界，多谢各位前辈的照顾指导。3日之后，我们就要先回大千世界了，日后有机会我们再见。3日之后，天元界的诸天生灵抬头望着天际之上的一艘方舟，方舟之上有着5道身影，其中有3位正是萧炎、灵动、牧尘。
而另外2道身影则是紫霄域的紫翼晴、血海域的王熙二人。这2位也很想去看看，能够诞生出萧炎、灵动、沐尘这3大绝世传奇人物，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大世界。诸位，再会了。萧炎、灵动、沐尘3人对着各大诸天的众人拱手相视，最后催动方舟，开始朝着天元界之外的界外之宙另一个大界千元界行驶开去。恭送炎帝、吾祖、墓主。整个天元界上下，诸天众人拱手对着天际上消失的方舟异口同声的恭送道。望着已经消失在天际之上的方舟，4大古神、4尊之神以及各大诸天域的大尊，心中皆是有着同样的想法油然而生。下次遇见你们的时候，又将会是站在什么样的新高度？他们3人的天赋恐怖至极，日后再次相见，恐怕变得更强了。年轻人的时代比我们这些人的时代更加惊艳绝伦。不过我们也不会就此落后，一定会朝着你们追赶，护我们天元界。4大古神和4尊之神的眼中露出一抹金光。作为第3序列神和第2序列神，他们此时有着想更进一步的目标，那就是迈向那第1序列之位，成为第1序列神，守护天元界。大宙宙海这里的没有天没有地，呈现的是混沌般的姿态，其中大宙风暴肆虐，就算是主宰者都不敢轻易的踏足于此，因为一旦踏足就会被这里的大宙风暴，就会瞬间被撕碎。唯有大宙的一方神奇方才能够立于其中。此时这片混沌中，空间剧烈的波动，一艘巨大的方舟出现在这一片无边无际的宙海上，以极快的穿梭速度行驶着。方舟的甲板上出现5道身影，便是萧炎、灵动、沐尘以及紫翼晴和王熙。萧炎5人望着这里混沌的虚空，因为这里的虚无空间乃是宙海，在宙海之中时常有着大宙的风暴，其中所蕴含的风暴之力皆是有着毁灭性的力量。虽然对于已经成神的萧炎来说能够置身于宙海之中生存，可是对于准神境的灵动沐尘和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紫翼晴、王熙来说，必须乘坐宙海之中的穿梭工具才行，也就是穿梭方舟。然而萧炎的主境灵魂力量开始外放，探索这处空间的一切动态时，确实在灵魂力量的感知中，在前方万里之外的区域竟然有着大量的大宙风暴开始席卷肆虐，而且在大宙风暴中还有几艘方舟正在抵御着这些大宙风暴。不过很快就有一些方舟抵御不住大宙的风暴，瞬间被吞噬其中，自然其中的人也瞬间陨落。看到萧炎那凝重之色，灵动沐尘几人感到一丝疑惑，问道：萧兄怎么了？前面有情况。萧炎收回主境灵魂力量，眼神凝重，因为他不仅用灵魂力量探测到有大宙风暴，还有一种几乎毁灭性的能量在更遥远的区域缓缓地散发出来。几人也是首次见到成神后的萧炎，竟然露出如此的凝重之色，看来在前方必定让萧炎都觉得非常危险的事情。走，我们去看看，似乎有人遇险了。说完，几人的脸上都是挂着严肃之色，再度加快了方舟的穿梭速度。而在萧炎方舟距离的万里开外处，这里大宙风暴肆虐，其中有着诸多方舟都被困于其中。少昌、玉瑞，你们先走。一位男子发出急促的声音。狼牙哥，我们不走，要走一起走。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2位男子带着一丝哭腔，摇摇头道：没时间了，你们快走，不然的话我们一个都走不了了。这位男子厉声吼道：带着重伤的天心主回到天心界，动作快。说完，这位男子一掌拍出，可怕的力道直接将他们2人震退开来。不要！那2位男子带着哭腔，眼眶中满是泪水。然而此时大宙风暴愈加的猛烈起来，直接撕裂开这艘方舟的防御，瞬间可怕的毁灭力量直接冲入方舟上，这艘方舟上的所有人都难逃一死。可恶！狼牙银牙一咬，露出绝望的表情，心中顿时心灰意冷。狼牙哥！一道呼救声传入狼牙的耳朵，在闻声望去的时候，发现少昌和玉瑞2人竟然被大宙风暴席卷而走，而原本躺在地上的天心主也是捂住自己的伤口，面如白纸，想要用尽最后的力量将少昌和玉瑞救下。不过就在这危机关头，在他们的周围竟是出现了绚丽的火海，火海所过之处竟是吞灭了这些大宙风暴，而在这火海之中还有着一股超越主宰力量的神圣力量。一道道巨大的声音从火海中响彻出来，而在这绚丽火海出现的时候，狼牙等人便是想起了什么，这道火焰是，难道是他们？然而就在下一刻，这些原本极为恐怖的毁灭风暴竟然在这绚丽的火海之下竟是弱了下来，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尽数的将大宙风暴彻底吞灭在火海中。这一幕竟是让得他们无比的震惊与不敢相信，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此时在他们的不远处，一艘巨大的方舟缓缓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当沐尘见到那几位熟悉的面容时，脸色也是泛起了一丝惊讶之色，因为这些人竟然是天星界的众人。不过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沐尘的目光看到天星界的最强之主天星主竟然全身是血，气息有些萎靡，看样子受了很严重的伤势。方舟缓缓停下之后，萧炎袖袍再度一挥，那绚丽的火海竟是变成了一座火焰桥，连接了另一艘方舟的舟身上。萧炎、灵动、沐尘3人的脚步踩在火焰桥之上走了过去，而紫翼晴与王熙则是站在原地。有了萧炎的火焰桥，
就算是实力只有准神境的灵动牧尘，都是能够不受咒海中那虚无力量的影响。三人的脚跟稳稳地落在了天星界的方舟上。狼牙便是也看到了几年前进入纪元遗迹遇到的萧炎、灵动牧尘三位。牧尘兄，果然是你们！确定是他们之后，狼牙则是无比的激动，跑向他们三人面前。刚刚被救下来的少昌和玉瑞也是快步走了过来。看到这三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莫名的安全感，特别是刚刚那道火海的出现，更是让他们心中一阵波澜。狼牙兄，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牧尘见状，天星界的众人皆是带着伤势，似乎经历过一场激战一般。狼牙一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说来话长。”然后把目光望向重伤的天星主，眼神极为的复杂。萧炎等人也是目光望去，在主境灵魂的感知之下，这位天星主的全身骨骼尽断，还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如果不及时疗伤，恐怕要不了多久便会陨落了。不过萧炎的炼药术也已经达到药仙等级，可以炼制出高阶的仙品丹药。二话不说，直接从那戒中拿出了先前炼制好的仙品高阶疗伤丹药，给天星主服了下去。服下丹药后，运转体内的世界之力，可加快恢复伤势。萧炎开口提醒道：“暂时无性命之忧了，还要及时赶上，不然的话，怕是凶多吉少。”多谢萧炎兄，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们天心界定当全力以赴。狼牙感激对着萧炎拱手说道。萧炎笑了笑道：“举手之劳而已，狼牙兄不必客气。”然后也冲着少昌和玉瑞一笑，看到自己天星界的众人终于得救，狼牙也是松了一口气，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终于能够安全了。不过也牺牲了很多天星界的强者。说一说，究竟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情？灵动觉得不可能仅仅是一场大咒风暴，就将天星界如此多的强者给重创，而且看到天星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伤势，就说明了除了大咒风暴，还遇到了其他事情。见到大家都安然无恙，狼牙这才将自己遇到的所有事情讲述出来。当时天星界的也已经收到消息，天人界率领众多的顶尖强者前往天元界，想必会发生一场血腥的灭界之战。而天人界的那些人其野心勃勃，如果一旦成功占领了天元界，也就会对天星界大举入侵。所以为了避免这等事情的发生，天星界的最强之主天星主决定一起联手天元界对抗天人界那一众顶尖强者。可是在天星界众强者行驶着方舟前往天元界的途中，竟是遇到了一位神秘人，而这位神秘人的实力极其的恐怖，竟然以一人之力将众多天人界的强者击败，就连天星主都不敌这位神秘人。最后天星主为了让大家能够离开此处，将天星法身引爆自毁，与对方同归于尽。但那神秘人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就算是选择引爆天星法身为代价，也无法伤及丝毫。随着天星主被重创，整个天星界的众强者感到极度的愤怒，便是一起联手拼尽全力对抗对方。但是对方仅仅施展一招，就将天星界这方的众强者击成重伤，甚至陨落。如此可怕的力量，令得天星界的众强者感知到非常的不妙，而且对方也不是善茬，当时就想着今日怕是要全军覆没了。就在那强大的神秘人再度对他们剩余之人下杀手的时候，这里咒海中便是突然出现了大咒的风暴群，然而直接朝着天星界众人的方位急速席卷而来。天星界的众人也在第一时间都感觉到了这些大咒风暴的危险性，本想要避开这些大咒风暴，随之那位神秘人直接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推力，将天星界的所有人都是震到了大咒风暴群之中。那神秘人见到天星界的众人几乎全部卷入大咒风暴群后，便是离开了此处。接下来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刚刚那一幕画面。狼牙也是一口气讲述了他们的遭遇。听完狼牙的话术之后，萧炎、灵动牧尘三人则是没有放松的神态，因为他们从中得知了一位神秘人，而且这位神秘人非常的强大无比。要知道，天星界作为第2等级的大界之一，自然有着非常丰厚的资源和底蕴。可就算是这样的大界中的众强者，以及实力达到准神境的天星主，依旧不敌对方一人之力。由此可见，对方恐怕已经不是一位人，而是一位真正纳入神列当中的神祇。只有神才能够做到以一神之力对抗诸天星界的无数强者。狼牙兄，刚刚你所说之中，那位神秘人是否有着魔气？牧尘想要确认在自己心中所想的一件事，便是开口询问道：“魔气吗？魔气倒是没有感知到，不过在那神秘人的身上气息来看，他似乎刻意隐藏着一股极度隐晦的力量。”狼牙也没有任何的隐瞒，直接将自己所知道的信息一五一十的都告知了萧炎、灵动牧尘三人。隐晦的力量吗？萧炎的眼眸中闪烁出金光，似是在这之中已经隐隐约约的知道了一些信息，但他们也没有多问什么。既然天星界原本要与天元界一起联手对抗天人界，那就说明天星界还是一个值得可交的。毕竟比起天人界的那些人，天星界才是与萧炎、灵动牧尘踏上同一只船上之人。天星界的众强者，他们也想要世界之间的和平，只有一直保持和平，才会变得更强大起来。不过接下来，萧炎等人也对天星界的众人讲述了天人界率领众多顶尖强者入侵天元界的事情。什么？天人界的那些顶尖强者全军覆没，而且还一个不留？很显然，在天星界的众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不太敢相信。要知道，天人界的底蕴无比的强大，
其中的顶尖强者比起天星界还要多上很多。没想到结局竟然如此震撼人心，更是没有想到天人界竟然与天元界的最强之神达成了合作，想要一举击败统治天元界。可谁知原本先天神与天人界众强者稳赢的这一场灭界之战中，竟然被扭转了乾坤。而这乾坤正是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加入，才平息了这一场灭界灾劫。此时此刻，天星界的众人看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目光，更是多了一抹精彩之色。或许在他们心中，这三人的实力太过变态可怕了，就连第一序列神的先天神都败在他们的手中。